每个人都渴望改变命运，追寻一条通向幸福和成功的道路。然而，传统的努力和方法并未如我们所愿的改变命运的轨迹。最近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前些年企业家为了经营好企业，都去上各种总裁班，学习管理、股权、战略等等技能。后来发现这些都没有用，企业该倒闭的还是倒闭。这些年，这些企业家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了。他们学习紫微斗数、周易、奇门遁甲、风水等等。现在大家在一起聚会，你要不会掐指一算，都不好意思插话。那么这种算命究竟准吗？人在什么时候才能去窥见自己的命运？孔子说，尽人事，听天命，意思是只有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，才有资格去听天命。作为一个人，把人事做到极致，天命才会出来指引你。牛顿是研究完经典力学之后才敢研究上帝，爱因斯坦是完成相对论之后才敢去研究神，孔子是完成了教育大业之后才敢去研究周易。所以孔子说，五十知天命。现在很多人跑去学习易经、奇门遁甲、紫微斗数，大多数都是为了找一个捷径，或者为了服务那些整天想找捷径的人。不是说易经之类的这些东西不好，而是学的人发心不正，心术不正。周易归根结底就是两句话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就是教我们脚踏实地的做人，问心无愧的做事。学习周易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智慧，而不是寻找改变命运的捷径。改变命运的唯一两个途径就是积德行善，改过自新，而不是靠算命、看风水以及各种邪门歪道。记住句话，人是做到极致的人，才有资格听天命。思考一下自己的现状，生活的事、家里的事、公司的事处理好了吗？该读的书都读了吗？需要改正的缺点改了吗？身体锻炼好了吗？孩子教育好了吗？父母孝敬好了吗？客户服务好了吗？脾气问题解决了吗？焦虑问题解决了吗？如果没有，就把你当前该做的都做好。红尘是最好的修行道场，红尘练心是最好的修行方式。人人是老师，事事是考试，时时是课堂。那么命到底存在吗？有一个概念叫量子坍缩，意思是处某种状态的物质，当有观察者介入的时候，它的状态立刻发生坍缩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看清它的时候，它就不再是它了。命运也是这样一个东西，它像是上帝给人类设置的一道枷锁，你每出一招就会被另一招反克。他说立就立，说他就他，
因此凡是被算出来的命运就已经不成立了。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本质的呈现，但是人们把自己能看透的现象称为规律，把自己看不透的现象称为命运。其实在高认知的人眼里，或者在高能力的人眼里，根本就没有命运的说法，一切都是可以遵循的，顺着各种现象就可以摸清逻辑，然后判断趋势和必然。其实很多人都是把看风水和算命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捷径，不用成长、改变、努力就可以把所有问题给解决了，就可以实现逆袭，荣华富贵都来了。水木然经常说一句话，人生在世有2种痛苦，第一种叫生活的苦，第二种叫成长的苦。生活的苦和成长的苦，你总得选择一样，而很多人不愿意吃成长的苦，又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那就只能去找捷径，找个大师帮自己改命，就可以放弃现实里的成长了。看似简单，实则荒谬。如果我们不用成长就可以实现命运的逆袭，算上一卦，改个风水，换个号码，就能求得福报，这世界的好事就来得太容易了，大家都不需要奋斗了，每天排队等着高人给自己算命就好了。永远记住周易里最核心的几个字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那么为什么有的人算了命之后真的会有改变呢？因为风水布局和算命大师的一句暗示能够改变普通人的心境。比如办公室经过一番调整，你觉得舒服多了。比如大师说你今年可以发财，于是你也宽慰多了。很多人都是因为心态的改变，从而事情就变得顺利了。这就是高人跟普通人的区别，高人是境随心转，普通人是心随境转。心随境转就是内心需要一定环境的辅助才可以到达一定的状态，人心时刻受环境的影响，所以要不断的更好环境。它的关键在于调境，境随心转，就是环境可以跟着心动，无论外界的环境如何，只要把心修好了，练就一颗如不动之心，就可以坦然处之。它的关键在于调心。普通人为什么要迷恋风水？就是要不断地改变环境，才能调整自己的内心。为什么要去算命？就是要有外界的暗示和鼓励才能踏实。而高人可以做到境随心转以及心生万法，他们明白调心比调环境更有用。他们不是不信风水，而是他们明白修心才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。真正的风水不是外物的摆设，而是人心。人心就是最大的风水。发心好了，心念纯正了，你的一切就顺风顺水。因此修心才是根本，
一个人如果心境不能调整，即便遇到了再灵的大师，也不可能3下5除2就改了你的命。须记住，易经这本书也是修心的，而不是算卦的。这本书的价值是帮我们从万千变化中找到不变的规律，然后要以不变的规律为标得物，达到不义之心，如如不动。这就是知易者不战，善易者不补。命运往往是强者的谦辞，是弱者的借口。如果命运真的存在的话，那人生或可分为3种：一、不知道命运的存在，毫无知觉，按照命运的轨迹过完一生；二、知道命运的存在，却困于其中，无法挣脱，就像37岁之前的袁了凡；三、知道命运的存在，却由于开悟的及时而挣脱了命运的牢笼，活出自我。人生只有一种成功，按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。以此标准来说，第一类人是最可怜的，第二类人是最痛苦的，只有第三类人是人间清醒，洒脱过一生。人怎么才能成为第三种人？怎么才能逆天改命呢？著名的改命神书《了凡四训》记载的就是袁了凡如何改变命运的。按照《了凡四训》所说，改命无非改过行善4字，其实无非就是反省。记得这本书就是一直在强调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只要积善累德，谦恭卑下，感恩上天，就能够求富得福，善报无尽。因此大家务必记住，只有修行才能改命，并且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，真正的修行人从来不算命，再厉害的大师也算不准他们的命，因为修行就是不断地给自己积功德，这种人是可以逆天改命的。只有修行可以改命，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修行。如果你能觉察到自己在修行，那就是主动的修行；如果你觉察不到自己在修行，那就是被动的修行。主动的修行就是体验生活，被动的修行就是万般皆苦。很多人喜欢用我信命了为借口，不断地找风水大师和算命大神去问路，却不愿意承认这是一种懦夫行为，因为他们放弃了现实中的努力，在困境面前选择了退缩，不愿意再脚踏实地地往前走，却总是期待能够遇到一个大师的指点，就能走向逆天革命之路。这不是信命，这是偷懒，是找捷径，是守株待兔。真正的信命是尽人事之后而听天命。所谓尽人事，就是自己全身心的去奋斗和拼搏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智慧，然后再去破解现实中的困难，最后再把结果交给老天。还有很多人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，
却不愿意承认。真正的顺其自然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，而非在困难面前两手一摊的不作为。先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魄力，再有一种不知命为以为君子的豁达，才是真正的知天命。很多人四处求神拜佛，祈求神仙能保护自己，祈求可以躲过一劫，祈求能够得到荣华富贵，岂不知这些人拜的根本不是神，而是自己的欲望和贪婪。所谓求人不如求己，当你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，就会发自内心地纠正自己之前的行为，你的行为就会向善，习惯改好了，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改变。古语云：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，无功受禄。大凶之象，在一个人的心性和格局被修出来之前，平白无故接受福报是有祸患的。一个人若学会了修心，总有一天能顺应万境。人一旦到了这种层次，还需要求神问鬼吗？还需要占卜吗？生活就是一场修行，福分不是算出来的，更不是求出来的，是靠自己的历练修出来的。所有试图依靠外力改变自己命运的行为，注定都是徒劳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每往前走一步，都会有困惑相伴随。社会越往前发展，冲击我们内心和思想的事情就会越多。一个人心中若有解不开的困惑，整个人的思维都是乱的，而内心烦乱是最耗费人精力的。人在内心烦乱的心境下做事，就很容易做错事情，更不要说要成就大事业了。人之所以没有办法走出困惑，原因既可能是我们持续在一个圈子里打转，比如因为生活压力，看什么都没有感觉，也可能是我们高度和层次不够，看什么都觉得有问题。如果看不懂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在用过时的思维来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，可想而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佛陀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，望着夜空里满天的繁星，心中一亮，真是奇妙。世间一切众生，原来人人都具有智慧法相，只是因为自身的烦恼和执着而不能证的。禅宗六句慧能在开悟时说：何其自性，本来清净；何其自性，何其具足；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心学祖师明代大儒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时，从睡梦中惊醒，跳起大呼：圣人之道，无性不自足，假外求。然而如何才能走上开悟之路呢？接下来我将分享6种方法，助你走上改变命运的道路。开悟第一法，颠倒。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开悟，遇事困惑，就是因为没读懂人心和人性。每个人的心都是一样的，
人心之上是人性，人性中有无数个点，善良、忠诚、热情、刚强、宽恕、忍耐、情色、欲望、懒惰、恐惧、憎恨等等无数个点，并且两两相对。用坛经有言是34对，有多少个美好的点，就有多少个卑劣的点与之相对应，而所有的点都和谐地交织在人性当中。人性的这些点要么显现，要么掩盖。显现出来的点就是你这个人的个性特质。人性这些点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，不会因为一个人高尚而增加一个点，也不会因为我们一个人的龌龊而减少一个点。人之所以复杂，就在于人性中的点，每个人显现的都不一样，这就是每个人个性特质与命运差别的根本所在。一个人显现什么点，他就是什么样的人。一个人若把人性的点都全部显现了，他就是亦正亦邪，毁腾参半。实际上，普通人只是显现了其中的几个点而已。读懂了人心和人性，就读懂了这个世界。真传一句话，假传万卷书，历代圣人或高僧开悟实悟到的就是这段话，但他们都没有把这段话讲清楚讲透，否则他们的经典之作后人也不至于读不懂。你现在回过头来重新读这些经典，也就恍然大悟。就如《西游记》，如果你从佛学的角度来看，你就明白了悟空、八戒和沙僧这几个人物的名字寓意了。历代典籍原来都是对前面这段话的具体阐述，这些典籍也就自然地化到你心中。开悟第二法，用完就放下。高人都是见什么用什么，用完就放下。历代典籍包括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朱熹、陆象山、王阳明等等，只是帮你开悟的工具。悟懂了之后就要放下，不要让前人的某句话束缚了你的心，否则你就会犯执着了。你如果真懂了世间的这盘真龙棋局，马上就能解开在这个世间。人每筑前走一步，都离不开语言开路。你懂人性了，就懂得了上什么山唱什么歌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在什么场合显什么香。口才绝对不是练出来的，而是对人性各点深入洞察与揣摩后的应用。开悟第三法，既要学会看书，又要学会看人。要想成就一番事业，既要学会看书，又要学会看人。但说从第一印象判断人的，都是在误导你。看人是看他显现了人性中的哪些点。一个女孩子如果显现了人性中贪图享受这个点，而又无人能满足，必然会走向堕落。一个男孩子不显现野性的点，难成事业。斗志来源于野性这个点，野性被掩盖，
一切都将不复存在。因此，要击垮一个人，先灭掉他心中的野性。若要灭一国，就要灭一国文化当中的野性成分。一个人之所以活得累，就是显现了压抑的点，而不是他这个人生来就是压抑。人性中的点一旦出现，就会产生一种心境。心境不论好坏，人一旦进入都很难挣脱。能够从各种心境中快速进出的人一定是高手。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，这就是禅宗追求的3种境界。你体会到了吗？开悟第4法要淋漓尽致显现人情未来。看一个人是否有智慧，就看他显现了人性中的哪一个点。世间任何学问都大不过你决定要显现人性中的哪些点。高手都是把几个点显现出淋漓尽致，显现人情味。马云之所以是中国首富，看看马云是不是经常在淋漓尽致显现人情味了。图片开悟第5法，世事磨练，世上磨练。人生有许多问题，不是经历不够，就是体验不够。人没经历过就会惊慌失措，经历多了就会面不改色。历代高人都是经历多，把心性经历练出来了。因此，人在年轻的时候设计什么都不如设计你的经历。设计经历就会出现完整经历。什么场合你都得能进出。赌场和风月场不是不能进，而是进去了能不能控制住自己，并且能清静走出来。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。达摩祖师和他的徒弟就去风月场练习禅坐。开悟第6法，学会体察自己的内心。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心中无时无刻不升起一个念头，一定要清醒地察觉到这个念头究竟能把你带向何方。心中的念头既能成就一个人，也能毁灭一个人。人生出问题就出在了起心动念上面。人如果降服不住心念，就会被心念所降服。你心中升起什么念头，最后都转化成你的命运。心中一旦升起一个不好的念头，虽然看似没做什么，但表情和行为已经显露坠崖的结果。因此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要学会体察自己的内心，好好向内观照自己，以及心中升起的每一个念头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是命运坎坷的人，都是被自己心中的某些念头给害了。历代典籍读懂了便是财富，读不懂就是毒药。历代经典没有不是针对人性中的点讲的。诗词、语录、文章、典籍，如果点不到人性的层面，是不会有高度的，也不可能流芳千古。流传千古的诗词、语录、文章、典籍，绝对不是华丽词汇的堆积，而是点中了人性中的某几个点。历代圣人
都是把人心和人性琢磨透了。孙子兵法13篇就是针对人性的各点进行精确的攻心打击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己和彼都是人性的各个点。孙子正是琢磨透了人性，才打了胜仗。老子并不神秘，讲的就是人性中的很多点，已经是很全面了。老子真懂人性。写完《道德经》后就云游四方了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修心、修行、开悟，愿你的命运越来越好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